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一场跨年表演，杨幂遭受的性凝视，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2022年的最后1分钟，杨幂在社交平台写下了一句：“2023，请对我好一点吧。”这个年末对于杨幂来说，确实有些点儿背。先是离开了辛苦打拼多年的嘉行传媒，当初又是签对赌协议，又是奶新人，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没成想，临走一刻公司还爆了新雷，被喊话还有1亿多的欠款，杨幂本人也在协议上签过字，被迫一道卷入了风口浪尖。债务的事儿姑且需要一段时间来捋清楚，当下杨幂跨年的表演又被人捏住了把柄，四处散播并恶意揣测个没完。娱乐圈让人胆战心惊的性凝视，在杨幂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第一个是芒果台的跨年晚会，照旧是满场当红炸子鸡，流量小生、小花人手一个节目，主打群星阵容。不过流量的比拼也会分个大小王，即便有人认为杨幂的嗓音难受，演唱很尬，但你不得不佩服她的路人盘和国民度。杨幂一出场，芒果台跨年的收视率直接飙升至 2.7747%， 创造了整晚收视的最高峰。这是她第2年在芒果上演蹦迪式的表演了。上一次是2020年的跨年，她和腾格尔、王晨毅合作了当年大热的歌曲《野狼 Disco》。果不其然，他演完之后，网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。杨幂是很拼，变换着表情、动作，拼命想让气氛顺利嗨起来。但观众的反馈却是说，看完这首歌，只记住了他的大魅惑的眼神和抖来抖去的上半身。今年又是如出一辙，这都结束4天了，杨幂好身材的动图还在广场上四处传播。若是欣赏还好，总有些人在评论中口出恶言，还夹杂着羞辱。看到镜头后，还故意抖那么几下，真是太恶心了。杨幂是懂流量的，两边衣服一拉，身体故意跳动，上下一晃，流量不就来了吗？这些话说的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杨幂穿了比基尼上台。仔细来看看跨年晚会上杨幂的装扮，一袭平口亮片的连衣短裙，外面还搭配了长度至膝盖的毛毛大衣。严格来说，她只是露了腿而已，拉一下外套露下肩膀也不算过火。而且杨幂和大张伟的组合本就是摇滚甜心的意思，前半段镜头一直对在杨幂的身上，跟着她走。杨幂的手里也没见乐器，她总不能像个木头桩子一样站定不动吧？大张伟上了乐器后，杨幂随着节奏摇摆，带动现场气氛，却被批评媚俗。所以，究竟是谁戴了有色眼镜呢？第二个是，还记得前不久刚刚平息了鱼子酱事件吧？其实这件事和杨幂跨年被身材羞辱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。孔雪儿作为节目里唯一的女嘉宾，所在的队伍赢得了比赛，被节目组奖励吃鱼子酱大餐。嘉宾品尝，其实也是在镜头前变相科普，于是孔雪儿问需不需要点蘸料之类的。一旁的华少便略带嘲笑的说教道：“鱼子酱就是这么吃的好不好？是不是要给你搞一碗泡饭？”除了任贤齐以外，周围其他男生全都在哄堂大笑。孔雪儿有些尴尬，最后还是选择了不品，直接就一口吞。这口鱼子酱仿佛就吃出了高贵感、阶层差距，成了取笑别人没见过世面的评判标准。孔雪儿家境等相关话题也被顶上了热搜。但当院长找来这档节目的完整视频，才发现孔雪儿不是不会吃，而是不愿会吃。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在开始吃之前，
节目组请了一位老师专门指导吃鱼子酱的方法。指导老师把鱼子酱放在饼干上之后，对孔雪儿说：“首先要用舌尖舔一舔。”孔雪儿在听到这句话后，明显犹豫了一下，这才一口把鱼子酱和小饼干一起吞了下去。其他男嘉宾随即笑到前仰后合。他不是不会吃，只是不想舔而已。一个女爱豆在公众场合伸出舌头，容易引发负面观感，像是和性暗示联系在一起。而且当时她身后围了4-5个男人一直盯着她，周围是好几台摄像机在抓拍，就等着她伸出舌头。所以当下她选择一口吞是非常明智的。如果她真的舔着尝了，动作亦或是表情没有那么完美得当的话，保不齐就会被截出片段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或是像杨幂如今这般被内涵羞辱。第3个是，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下水道里，总有老鼠肆意狂欢。所以杨幂最初走的都是保守风格，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。17岁的时候，杨幂就凭着身材高挑入选瑞丽做杂志模特，后来童星出身的她还是辗转继续拍戏，和孙俪一起拍摄了《红粉世家》。那时候她在戏里的旗袍穿着小小露了一把胸前春光，展示了一把好身材。2010年，杨幂拍摄《新京城四少》，她在剧中饰演风尘女子殷白雪，造型很是大胆，经常是抹胸样式的连衣裙，播出时很是吸睛。直到2011年，杨幂拍摄了惊悚题材电影《孤岛惊魂》之后，岛上的泳衣装扮让她的好身材家喻户晓，一度还被怀疑是不是动了手术刀。不过也正是从这之后，再也没见杨幂以性感的穿着亮相于大众面前。她很聪明，明白自己不能以此为标签，沾上的唾沫星子可比欣赏多。或许有人觉得她这是小题大做，看两眼又不伤人，可那些无形的伤害，终归是她自己买单。仅是被恶意造谣，杨幂就遇上2次。一次是09年，杨幂因出演《仙剑3》而受到宅男们的喜爱，资源也好了起来。突然在一个名叫wow的贴吧里，一群等着魔兽世界把开服的无聊宅男们上传了一张疑似杨幂出演 AV 影片的销魂截图。此后不少网友纷纷求影片的种子下载地址，在贴吧掀起不小的风浪。最后才发现，截图其实不是杨幂本人，只是与杨幂相似的日本女优香田沙耶香。另一次是2015年，网上莫名流传起了一支小视频，说是她被合作的甲方用药物致昏迷，引发了不少网友前去围观，纷纷赶去看脸辨人。杨幂即现身朝阳门派出所，就网传的不雅视频亲自报案，才平息了这场风波。谁说这份凝视不危险？第4个是，为什么大家讨厌凝视？奇葩说的选手希瑞给出了一定的回答。因为敏感的语境下，我们表达出来的凝视不是审美静观，不是说这场晚会杨幂状态真好，而是往低俗的方向妄加揣测。不仅是异性，很多女性对周边女性的凝视也被带偏了视角。柳岩在很多采访中强调过，我穿的性感，但并不代表我放荡。正是因为害怕这些不好的联想，镜头前的女明星愈发不敢舒展地表现自己。比如孔雪儿吃鱼子酱，伸个舌头都会有羞耻心。这个动作已经被赋予了不能言说的意思，她只能用装傻把性恶意糊弄过去。赵丽颖早年在快本玩游戏累了，喝个水都会被因包住瓶口的姿势被喷多年。因为这个包住瓶口的动作同样赋予了不能言说的意思，而她当时因为太口渴忽视了这些。而赵丽颖被骂的后果，就是孔雪儿舔了鱼子酱的后果。杨幂即便有傲人身材，出席红毯也往往不会选择低胸装，仅是穿着吊带，随着旋律晃2下，就惹来了这些是非。迪丽热巴每次穿着低胸礼服出席红毯，
都会习惯性的捂住胸口。即便这样，还被吐槽说都穿了还故意捂着，装什么清纯。女性穿突出曲线的服装，不是犯错，做出正常的非联想性动作，也不是错。只是在几千年的刻板印象下，想完全清醒独立的处于这个世上，并非易事。偶尔反思，努力保持真我，不轻易被潮流风向所裹挟，就是在努力向前迈步了。如果同时还能为自己的理想生活而争取到资源，那更是值得庆幸的。我们鼓励欣赏，却要警惕凝视。盛世由美人点缀，乱世由美人顶罪。何其心累，又何其荒唐！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